我们的大脑主导一切，这是真的吗？大脑中心论是现代的主流医学的认知，意思就是我们的大脑就像身体的 CPU， 生命的定义往往与大脑挂钩。目前的跨学科研究显示，大脑其实并非是唯一的决策中心，心脏发出的强大电磁讯号能强迫同步我们的脑电波，而大脑的认知能力与情绪的稳定度将有大幅的提升。这证实了心脏才是最主要的决策者，而我们的大脑只是辅助的跟随者。大脑中心论是现代的主流医学的认知，意思就是我们的大脑就像身体的 CPU， 所有在内在中产生的意识、决策、情感、记忆、感受以及生理调节，全部都是由大脑来分析与判断，然后下达指令。例如，我看到正在荧幕前看影片的你那美丽动人的脸庞，让我产生心里扑通扑通的跳，脑海中马上脑补我们有说有笑的画面，瞬间让我感觉很心动。当下肾上腺素激增，呼吸加速，最后鼓起勇气向你打招呼。这整个脸红心跳的过程，从眼睛接收到画面，一直到内在脑补的粉红泡泡，产生恋爱般的悸动感。当下决定要勇敢搭讪的过程。现在主流医学的观点认为，这是大脑决定的。在主流医学的体系中，生命的定义往往与大脑挂钩。大脑会分析环境中的数据，透过自主神经系统对我们的心脏、肠胃下达增减速率的指示。我们熟知的精神疾病、情绪障碍都被归类为脑部神经传递物质的失调，例如多巴胺、血清素。只要产生脑死的状况，即便我们的心脏还在跳动，仍然会被视为医学上的真正死亡。但现在心脏神经学与内在感知的研究可能会推翻这个观点。目前的跨学科研究显示，大脑其实并非是唯一的决策中心。解剖学发现，心脏传向给大脑的神经纤维远远多过于大脑传给心脏的。心脏发出的强大电磁讯号能强迫同步我们的脑电波，而大脑的认知能力与情绪的稳定度将有大幅的提升。这证实了心脏才是最主要的决策者，而我们的大脑只是辅助的跟随者。英国精神科医师穆罕默德·奥马尔·萨勒姆教授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探讨心脏在心理、情绪与意识中的重要角色。这份报告直接挑战传统意义上认为大脑是唯一心智中心的观点。这一篇论文中有提到，心脏其实拥有复杂的内在神经系统，足以让心脏被视为一个小脑袋，而它具有学习、记忆的能力，甚至还能感受各种刺激。研究发现，心脏拥有自己独立的神经系统，能够独立于大脑或整个神经系统来处理各种资讯。报告中还提到，心脏透过电磁场的相互作用，将讯息传达给大脑以及全身各处，而心脏的电磁场强度约是大脑磁场的500倍。所以我们从这份报告中可以发现，其实心脏在我们的心智中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在几千年前的中医典籍《素问·灵南秘典论》中，心者，君子之宫也，神明出焉的逻辑高度一致。中医认为脏腑掌管我们的情志，而我们的心则是统管一切情志的老大，也叫君子之宫。中医所谓的神明常被误解为单纯的意识，但在生命整体论中，人的精神意志与智慧活动都是由心所主宰而产生的。当代最知名的能量医学权威之一辛蒂戴尔，在他的精微能量著作中，也一样提到心脏磁场强于大脑。这解释了中医为何认为心能统一五脏六腑。如果我们将身体看作是一个通讯网路，心脏便是主要频率的发射器，产生的强大电磁场就是我们熟知的气。书中提到，我们早已知道心脏是人体的中心，也是灵魂的居所，足以产生更高层次的心智和情绪状态，并让身体更健康。心脏也可以帮助一个人侦测外界的正向讯息，忽略负面的讯息，与外界建立更正面的关系。辛蒂戴尔在《经纬体》这本书中引用了史蒂芬·哈洛布纳在《植物的秘密教诲》里提到的，心脏会聆听他设定好要听到的信息。
现代世界虽然终于意识到心脏其实是一个用于感知的器官，但将意识仅限于生物学中的大脑上，那就等于忽略了这些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感知方式。希腊人有专门的词来形容心灵从外界感知的能力，叫做 aesthesis。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理理论中 aesthesis 的器官就是心脏，所有感官所接收到的讯息都会传递给心脏。所以辛蒂戴尔认为，如果心中有爱，他就会听到爱；如果心中有恐惧、贪婪或嫉妒，心脏就会接收到负面的讯息。这其实已经不再是心理鸡汤或安慰剂，而是现代心脏神经学和生物电磁学研究出来的科学验证啊。那依照这样的论点，现在身心灵疗愈常提到的显化，其实不是什么奇幻玄学，而是拥有科学依据的现代灵性科学啊。美国加州当代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身心科学与心脑研究机构 HeartMath， 他们的众多研究也发现，外界输入的讯息会首先影响我们的心脏，然后透过心脏来影响我们的头脑和身体的其他部位。此外，还有一点非常的有趣，当人们静坐冥想时，我们都会观想心中有光照耀着我们。原本我都以为这只是我们内在的小剧场。1997年的德国卡塞尔大学的光子实验研究中显示，从心脏中心冥想并发射出光与爱时，胸口区域竟能侦测到大幅增加的光子发射。这就意味着，当我们从心脏中心发出强烈的光与爱的意念时，其实在物理层面产生了可量测的能量变化。这被许多能量医学或灵性领域视为意识影响物质的铁证之一。意思就是，当我们运用内在的意识观想光与爱的时候，在眼睛看不到的时空维度中，它真实存在。如果能够多多练习我们的意识，透过各种静心的方式，例如静坐、冥想，甚至是简单的深呼吸，摒弃脑袋琐碎的杂音，让我们专注在内在意识之中，就比较容易进入所谓的相干状态。心智数学的书中明确提到，当我们进入心脏相干状态时，心率会呈现平顺规律的波形，这时候的心脑达到同步，身心机能大幅优化。这正是透过静心冥想能带来显著转变的科学基础。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的心脏、大脑、自愈神经系统、情绪和免疫系统都会达到高度的同步与和谐。我们的情绪趋于稳定正向，意念的专注力也会大幅提升。这不就是显化法则最需要的基本条件吗？如同佛陀早在2500年前的教诲中不断地强调一切为心造，华严经中有提到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，意思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整个世界其实都是由我们的心脏所显现、所创造出来的。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成道时，并非一昧的往外求，而是向内彻底的关照自己的心。他发现一念心性本自具足，人人本来就是佛，只是被妄念烦恼所覆盖。只要透过正念关照禅定，把杂念剔除，就能展露出我们内在本具的佛性，显现出光明、清净和自在。金刚经中也有提到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句话在说的就是外在一切的现象，包括我们想显化的东西，其实一切都是心的投射。只要能够看透心的本质，你就不再需要克制或提醒自己遵守规则，因为你的本性已经被训练到跟天道运行的逻辑一致。古人真的很厉害，一切智慧都来自于观察宇宙自然运行的道。就像我们会说心事，而不会说脑事，因为心才是统御我们的决策者，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被大脑的我制约了，而这个我才是让我们产生欲望与痛苦的根源。那要如何放下这个大脑的控制？静心冥想与正念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又不花钱的方式。1997年，麻省理工学院的分子物理学博士乔卡巴金，他在麻州大学医学院创立了正念减压疗法。这正念疗法已经在欧美世界的主流医学广泛应用，并且在英国、德国、美国都已经纳入医疗健保中。所以如果有人还觉得什么
静坐、冥想、禅定、光与爱显化，都是没有根据的迷信。我们要把这影片分享给他，让他们知道宇宙真的非常的浩瀚，而我们人类真的是非常的渺小。很多事情只是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